未来人在线网络表示，2033年世界将被重构，未来10年人类将迎来3大生存危机，女性成为行走的子宫，我们今天熟悉的世界将彻底消失。他到底说了什么？这个人的话又真的可信吗？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这是 TikTok 上的一个账号，他称自己来自2033年，是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掉落到2023年的旅者。他无意成为这个世界的奇葩，也不想成为各国科学家研究的对象，但他觉得自己有必要警告人类一些事情，避免人们对未来准备不足，所以他才会选择在 TikTok 上发布一些视频，告诉人们2033年将要发生的事情。当然，这一切都未经科学证实，大家看的时候不要太过认真，纯当故事来听便好。未来人表示，由于世界冲突加剧，极端气候越来越严重，未来10年内整个世界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熟悉的2024年的世界将完全被颠覆，整个世界将陷入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之中。人类做了很多努力来鼓励生育，却依然无法阻止这种趋势加剧。在这个时候，一个铁血权力中心建立了，它成立的目的就是将保住人口作为第一要务，不惜牺牲一切。那么，为何人口会突然控制不住的下降呢？未来人表示，这是因为人类的情爱欲正在越来越低，由于科技的发展，人类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越来越丰富，谈情说爱已经不是人生的必需品，愉悦也不需要通过两性来获取。最初大家并没有认识到科技发展对生育的影响，后来非洲某地发生严重的电力事故，导致整个地区长达2个月无电可用。这次意外事件让人们发现，在没有电力之后，当地10个月后的出生率竟然上升了数个百分点。此时人们才彻底明白人类生育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那么要如何挽回生育颓势呢？未来人表示，一个铁血联合权力中心成立，它的目的就是阻止人口下降，重回人类盛世。据未来人所说，在2033年女性地位严重下降，按理说人口越少便应该提升女性地位，让她们没有生育压力，但未来人却表示这种认知完全错误。那时的人们认为女性的地位越来越高，在具备生育选择权后，很多人拒绝生孩子，所以铁血权力中心直接剥夺了女性地位，使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成为行走的子宫，她们的人生意义就是不断的生孩子，而那些没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只能从事最低级的体力工作，还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当然，女性生完孩子之后还有关于养孩子的问题，这里权力中心做出了大量补贴措施，让孩子可以健健康康的长大成人，只不过这种健康的标准并不会多么高罢了。同时，由于女性地位的降低，全球奢侈品市场一片低迷，香水、包包、化妆品等行业大多都面临破产，因为大部分女人已经失去消费能力。当然，也不只是女性，所有人都面临共同的生存灾难。这种灾难是什么呢？未来人在线网络揭秘未来10年世界大洗牌，非洲人口崛起，亚洲经济崛起，但消费主体将发生巨大转变。前面未来人提到了人口问题，由于人口的急剧降低，世界经济遭遇严重的创伤，只有那些有足够人口底蕴的国家可以拥有未来。未来人表示，在2033年，南亚将成为人口最多的区域，此外是非洲，第3则是东亚地区。这一数据倒是和当前世界发展趋势相符。南亚地区目前人口已经达到18亿，大部分都是年轻生力军，几乎占世界人口的1/4，而且仍然在继续上升。即便未来人口大幅度降低，也影响不了其人口第1大区的地位。而非洲地区是有生育基础和生育理念环境的，之所以现在被限制，是因为科技水平和生活水平不足。未来人表示，在未来10年中，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非洲生育能力被大幅度释放。当然，最大的影响还是因为非洲地区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未来人表示，21世纪非洲将引领世界科技的潮流，尤其是在非洲地区，气候适宜，雨水充沛，非常适宜农业的发展。非洲当地人将科学和农业相结合，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非洲就从粮食进口区变成了主要的粮食出口区，很多地方的粮食供给都要看非洲的脸色。正是因为有了充足的粮食，才使其发展成为世界第2大人口大区。排在第3位的是东亚地区。东亚地区虽然也遭遇了严峻的人口问题，但东亚的人口基数很大，目前东亚有16亿人口，只不过相较于南亚，东亚老年人口更多，这导致东亚只能落后到第3位。然而有意思的是，未来人说2033年世界消费市场将转移到东方，而不是他口中人更多的南亚和非洲。对于这一现象，未来人表示，这是因为老人经济的崛起。2033年得益于科技的进步，医学和生物技术领域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这使得人
人类的寿命大大延长。2033年，70岁的老人其身体状况相当于如今的50岁，依然是年富力强的状态。这一进步加上人口老龄化，导致老年人口比例增加，让老年人成为最大消费群体。未来人告诉人们，如果想要在重构的世界中有所成就，关注老年人的需求将收获颇丰。由于东亚老年人比例最高，所以使得这里成为第一大消费市场。未来人表示，2033年中国市场格外繁荣，经济全面爆发。看到这里，想必稍微了解一点时事的朋友已经看出这位未来人所谓预言的套路了，也就是虚实结合。中国早就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比如早在2017年的电商消费上，中国双11就以250亿美元的交易额碾压了亚马逊70亿美元的交易额。再比如澳门的菠菜行业，其每年收入达到330亿美元，而所谓的赌城拉斯维加斯才不到70亿美元。这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成为消费市场的一哥是迟早的事情。另外，亚洲经济的爆发也使得未来世界中纸币完全被电子货币取代。毕竟，如今的中国是无现金社会最典型的范例。那么，除了人口和市场的变化，未来人还提到了10年后的哪些事情呢？未来人再次现身，预言到2033年，未来10年，今天所熟知的世界将消失。10年之后，每个人都将为生存而战。人类过去几个世纪造的孽，将由我们这一代人承担。据他所说，我们将承担什么？过去几个世纪，科技和工业迅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让人类生活得更加有尊严。然而与此同时，世界的环境也遭到人类的大面积破坏，极端天气、气候灾难、物种灭绝、冰川融化，这一系列问题都在日益严峻。未来人表示，到了2033年，所有灾难都已经暴露无遗，人类必须为淡水、清洁空气和土地短缺而战。淡水是生命赖以存在的根本，虽然水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水资源转化成可饮用淡水的过程却非常缓慢。虽然科技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这个转化的过程，但其中所消耗的成本巨大。在中东这样极度缺水的地方，淡水更是像石油一样宝贵，更何况是10年之后呢？另外，清洁空气问题也非常严峻。过去有一个采集大山里的空气去卖的笑话，而未来人告诉人们，10年之后这个事情将变成现实。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空气质量严重下降，雾霾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常态。为了对抗这种天气，人们甚至要购买空气释放到封闭的家中，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至于土地，则是沙漠化和海平面上升所导致。虽然人口大面积下降，但依然无法满足人们的土地需求。由于环境更加恶劣，适合种植农作物和人类生存的地方也越来越少，这些都加剧了人地矛盾。所以对于2033年的人而言，真正的奢侈品已经不是黄金珠宝，而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淡水、空气和土地。根据未来人的描述，虽然因为科技的发展，人类寿命得到极大的提高，但生活在一个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生活在一个女性权益都无法保证的地方，该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呢？未来人或许也考虑到了这点，所以最后他给了人们7条建议，只要做到这7条，就能在2033年的世界里立足下去。第1条是把握当下，第2条是不要害怕匮乏，第3条保持乐观，第4条留有选择余地，第5条从小事做起，第6条有目标的多样化，第7条学会和不确定性共存。未来人留下的这7条建议看起来就像是网上那些无用的心灵鸡汤，但却是在他描述的极端社会中生存的必备知识。相信不用多说，大家自己也能看出，这所谓的未来人预言破绽百出。首先，关于生育率降低、女性沦为行走的子宫这一点，且不论他口中的人口危机会不会言过其实，即便真的危机到了那种地步，现在人造子宫技术已经问世，也绝对轮不到用那种反人类的办法。再者，关于市场的变化，前面已经说到，他不过是在说一个已经出现的趋势而已。最后，关于环境问题，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至于到2033年会发展成什么样，取决于我们现在的努力。虽然这些预言太过荒唐，但涉及的这些问题的确是需要重视的，尤其是环境，这是人生存的基础，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